你以为 AI 投资的终极答案是英伟达？错了，真正赚走英伟达利润大头的是一个 90% 的人连名字都念不对的公司。看完这个视频，你会搞清楚 AI 基建最底层的利润逻辑，知道为什么光模块才是这波 AI 浪潮里确定性最高的赛道。看懂 Lumentum 凭什么能独家绑定英伟达的未来技术路线，还能避开大多数散户只会追龙头的常见误判，找到下一个可能翻倍的细分机会。如果错过今天的内容，你可能只会盯着英伟达的股价上下波动，却眼睁睁看着真正的利润爆发点从眼前溜走。你听说过 Lumentum 吗？它不是什么突然冒出来的小公司，也不是蹭 AI 热度的概念股，它是英伟达未来网络技术路线图里深度嵌入到骨头里的合作伙伴。说的再直白一点，英伟达的 AI 帝国能建多高，很大程度上要看 Lumentum 的产能能跟得上多少。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Lumentum 的业务规模正在以我们肉眼可见的速度翻倍，而且这种翻倍不是靠讲故事炒出来的，是真金白银的订单砸出来的。我见过很多公司说自己是英伟达的合作伙伴，但能让英伟达掏20亿美金真金白银，还把未来最核心的技术命脉交出去的 Lumentum 是独一份。你先记住这个数字，20亿美金，这不是什么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也不是意向性采购，是英伟达直接打到 Lumentum 账户上的现金，附带的是未来多年的 UAP 超高功率激光器独家采购承诺。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英伟达从来不会随便给供应商这么大的支持，它向来是压价最狠，对供应商要求最苛刻的公司之一。这次不仅给钱，还把独家供应权给了 Lumentum， 这背后一定有我们看不到的深层原因。答案就在 CPU 技术上，很多人可能听过 CPU 这个词，但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重要。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你可以把现在的 GPU 和光模块的关系想象成两个隔着一条宽河的工厂。GPU 工厂生产出来的海量数据要靠光模块这艘船运到对岸的服务器工厂。以前数据量小的时候，小船来回跑就够了，但现在英伟达的 H100、H200 出来了，数据量直接翻了几十倍，小船根本跑不过来，河面上堵得水泄不通。这就是现在 AI 数据中心遇到的最大瓶颈，不是 GPU 算力不够，是数据传不动了。CPU 就是直接把两个工厂建在同一块地上，连河都不用过了。它把光引擎和 GPU 芯片封装在同一个基板上，数据传输的距离从几十厘米缩短到几厘米，速度直接提升一个数量级，功耗还能降一半。这不是什么未来的技术，是英伟达已经写进下一代产品路线图里的必选项。而 Lumentum 就是英伟达 CPU 技术路线里唯一的 UAP 激光器供应商。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每一块英伟达的高端 AI 芯片里面都必须装一个 Lumentum 生产的 UAP 激光器。英伟达卖的越多， Lumentum 赚的就越多，而且没有任何竞争对手能抢走这个生意。讲到这里，如果你已经意识到光模块赛道的价值了，先点个赞收藏一下，后面我会讲到最关键的时间节点，错过可能就真的赶不上了。很多人以为光模块只是一个普通的电子零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实际上 AI 光模块是整个 AI 基建里技术壁垒最高的环节之一，而且它的市场增速比 GPU 还要夸张，整个 AI 光模块市场的同比增速达到了 57.6%。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平均增速只有 5% 左右， GPU 市场的增速大概是 30%， 光模块的增速是整个行业的10几倍，是 GPU 的将近2倍。而且这只是开始，现在主流的光模块还是 800G 的，明年就会全面切换到 1.6T，到2028年 3.2T 的光模块就会开始大规模出货，每一次技术迭代带来的都是市场规模的翻倍。但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吗？ Lumentum 在这个市场里有双重身份，它不仅自己生产完整的光模块卖给数据中心，还卖给所有其他光模块厂商最核心的激光器芯片。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品牌的光模块卖出去了， Lumentum 都能赚到钱。它相当于在这个赛道里同时开了赌场和赌场里最大的那个赌桌，不管谁赢，他都是最终的赢家。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我们来看他的财务报表，你就知道这个生意有多赚钱了。Lumentum 最近一个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了 90.1%， 这个增速已经很吓人了，但更吓人的是它下一季度的指引。
公司自己预计下一季度的营收会在这个基础上再翻1倍，你没听错，是再翻1倍，1年之内营收翻4倍，这种增速你在任何一个成熟行业里都看不到。更离谱的是它的利润率，很多公司营收增长是靠降价走量，利润反而会下滑，但 Lumentum 刚好反过来，它的营收在翻倍，毛利率和净利率也在同步暴涨，原因很简单，它的产能利用率已经拉满了。工厂24小时连轴转还是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当产能跟不上需求的时候，定价权就完全掌握在卖家手里。我给你算一笔账，假设一个光模块的成本是1000美元，以前产能充足的时候可能卖1200美元，毛利率 20%， 现在产能不够，客户抢着要，它可以卖到2000美元，毛利率直接变成 50%， 营收翻1倍，利润能翻5倍。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财务报表看起来这么炸裂，不是他突然变得会做生意了，是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彻底反转了。现在实际出货量比市场需求低 30%， 这个数字是整个行业公认的，也就是说每3个需要光模块的客户里就有1个拿不到货。这种情况下 Lumentum 想涨多少价，客户基本都得接受，因为你不买有的是人买，而且你要是现在不签长约，后面可能连货都拿不到。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是，这种供需失衡不是短期的，不是说今年产能上来了，明年就平衡了。光模块的产能建设周期至少需要18个月，而且核心的激光器芯片产能更是掌握在极少数几家公司手里，至少在未来2年内，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也就意味着 Lumentum 的高增长和高利润率还能持续很长时间。支撑 Lumentum 这么强业绩的是它的3大核心驱动支柱。第一个是 EML 电吸收调制激光器，这是现在 800G 和 1.6T 光模块里最核心的芯片。Lumentum 的 EML 激光器出货量已经创下了历史记录，而且还在以每个季度 30% 以上的速度增长。第二个是窄线宽激光器和泵浦激光器，这2个产品的营收同比增长了 120%， 它们主要用在长距离光通讯和相干光模块里。随着 AI 数据中心之间的互联需求爆发，这2个产品的需求也跟着井喷。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供不应求带来的绝对定价权，这是最核心的一点，也是很多分析师没有充分定价的一点。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整个 AI 产业链里有定价权的公司屈指可数，英伟达算一个，台积电算一个，剩下的就是 Lumentum 这种掌握了核心底层技术的公司。其他的公司不管是服务器厂商还是 PCB 厂商，基本上都是在赚辛苦钱，上游涨价他们就得跟着涨，下游压价他们就得跟着降，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的公司才能在整个产业链里分到最大的那块蛋糕等等。这里有个很多人都忽略的细节， Lumentum 的定价权不仅仅来自于它的技术，更来自于它对底层材料的垄断，这个材料就是英坯，也就是磷化镉。很多人只知道硅是半导体的基础材料，但不知道在光通讯领域，磷化锰才是真正的王者。所有的高速激光器芯片都必须用磷化铵衬底来制造，没有磷化铵就没有光模块，也就没有 AI 数据中心的高速网络。而 Lumentum 是全球最大的磷化锭衬底生产商，没有之一，它掌握了全球超过 60% 的高端磷化镉产能，这才是 Lumentum 真正的护城河。你可以模仿它的激光器设计，你可以建自己的光模块工厂，但你造不出来磷化镉衬底，没有这个东西，一切都是空谈。这就像你可以造出来和英特尔一样设计的 CPU， 但你没有台积电的制程工艺，你就是造不出来一样的芯片。更有意思的是，磷化锭的供应链非常脆弱，全球能生产高质量磷化镉衬底的公司加起来不超过5家，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产能还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Lumentum 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几年前就和主要的供应商签了长达7年的长约，锁定了未来几乎所有的高端磷化镉的产能。这也就意味着其他的竞争对手就算想扩产，也拿不到足够的磷化铵衬底，这才是真正的卡脖子技术，不是说你有钱就能砸出来的，它需要几十年的技术积累，还有对整个供应链的绝对掌控。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逻辑的时候也觉得挺顺，但后来越想越觉得可怕。这意味着 Lumentum 不仅垄断了现在的市场，还垄断了未来至少7年的市场，其他公司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能挑战它的地位。很多人担心 Lumentum 的估值太高，觉得它的 PE 倍数已经超过了50倍，泡沫太大了。但如果你看懂了它的 EPS 增长速度，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价格其实非常合理。我们来算一笔账，
假设 Lumentum 今年的 EPS 是$5 ，PE 是50倍，股价就是$250。如果明年它的 EPS 翻1倍变成$10，就算 PE 降到30倍，股价也会涨到$300，还是有 20% 的涨幅。如果后年 EPS 再翻1倍变成$20，就算 PE 降到20倍，股价也会涨到$400。这就是高增长公司的魅力，只要业绩能跟上，再高的估值也能被摊平。而且现在市场对 Lumentum 的 EPS 预期其实还是偏保守的，很多分析师都没有把 CPU 和 OCS 的未来收入充分计算进去。说到 OCS， 也就是光路交换，这是 Lumentum 未来最大的增长催化剂。很多人可能还没听过 OCS 这个技术，我再给你打个比方，现在的数据中心网络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系统，所有的数据都要经过路由器和交换机，就像所有的车都要经过红绿灯和十字路口，车多了自然就会堵车。OCS 就是直接在天上建了无数条高速公路，数据不需要经过任何交换机，直接通过光路从一个服务器传到另一个服务器，速度能提升100倍，功耗能降 90%。 这不是什么科幻小说里的技术，是已经在实验室里验证成功，马上就要商业化的技术。英伟达已经和 Lumentum 合作，在下一代数据中心里部署 OCS 技术。据我了解，现在已经有多个数十亿美元的 OCS 订单在谈了。一旦这些订单落地， Lumentum 的营收会再上一个台阶，而且 Lumentum 还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内源化。他正在把以前外包的 CW 激光器生产全部转到自己的工厂里，这一项就能把它的毛利率再提升5个百分点以上。你想想，本来毛利率就已经 50% 了，再提升5个百分点，净利润会增加多少？我们再往远了看，到2030年，整个 AI 光通讯市场的总潜在市场规模，也就是 TAM 会达到900亿美元，这是现在的5倍。也就是说，未来6年这个市场会翻5倍，而 Lumentum 作为这个市场里的绝对霸主，它的增长速度只会比市场平均速度更快。我觉得很多分析师都低估了 OCS 的潜力，它不是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整个数据中心网络架构的彻底重构。一旦 OCS 大规模普及，现在所有的交换机和路由器都会被淘汰，整个市场的格局会被重新洗牌，而 Lumentum 已经站在了这场革命的最前沿。现在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说最好的标的已经不再是英伟达本身了？不是说英伟达不好，英伟达依然是 AI 行业里最伟大的公司。但问题是，所有人都知道英伟达好，所有人都在买英伟达，它的股价已经充分反映了它的价值，甚至已经提前透支了未来几年的增长。而 Lumentum 不一样， 90% 的散户还不知道这个公司， 90% 的分析师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价值，它的股价还没有完全反映出它未来的增长潜力。更重要的是， AI 基建的大潮正在发生转移，以前大家只关注 GPU， 觉得有了 GPU 就有了一切，但现在大家慢慢发现，光有 GPU 是不够的，电力不够，网络不够，存储不够， GPU 再强也发挥不出来。所以未来几年 AI 投资的重点会从 GPU 慢慢转向电力、网络和存储，而光模块就是网络这个环节里最核心、最赚钱的部分。这就像当年的淘金热，最开始大家都去挖金子，只有少数人挖到了，但最后赚最多钱的是那些卖牛仔裤、卖铲子、卖水的人。 AI 行业也是一样，英伟达是那个挖到大金矿的人，但 Lumentum 是那个卖铲子给所有挖金矿的人的人。不管最后谁能在 AI 大战里胜出， Lumentum 都能赚到钱。当然，我也不是说 Lumentum 没有风险，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地缘政治风险，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懂。其次是产能限制，如果 Lumentum 的产能跟不上市场需求，可能会被竞争对手抢走一部分市场份额。还有就是技术路线的风险，如果未来出现了比 CPU 和 OCS 更好的技术，可能会颠覆现在的市场格局。但综合来看， Lumentum 的收益远远大于风险。它有英伟达的独家背书，有垄断性的技术和材料优势，有确定的高增长，还有广阔的未来市场空间。当所有人都在盯着英伟达的股价的时候，真正聪明的钱已经悄悄流向了产业链最底层的那些隐形霸主。很多人投资的时候总是喜欢追那些最耀眼的明星公司，但往往真正能让你赚大钱的是那些藏在明星公司背后默默赚钱的隐形冠军。Lumentum 就是这样一个公司，它不怎么上新闻，也不怎么炒作概念，但它正在实实在在地赚走 AI 行业里最大的一块利润。如果你想持续跟踪 AI 产业链的底层机会，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第一时间拆解那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隐形冠军。
帮你找到下一个可能翻倍的投资机会。最后跟大家说一句，今天所有的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的投资决策都有风险，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之后再做判断。